果想抗老，我们首先要知道抗老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衰老这件事儿呢，放到微观世界上来说，就是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玻尿酸它们的流失，流失之后皮肤的弹性下降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表情的时候，平常肌肉收缩过度造成的皮肤松弛产生的皱纹，这些都是会让你变老的生理机理。而我们抗老其实抗的就是这些过程。培养1万名科学护肤高手，大家好，我是配方师星星，欢迎回到 The Ordinary 产品的全线盘点。上期呢，我们说了给健康皮、城墙皮准备的 A 醇抗老系列，有兴趣的呢，咱可以翻回去看看。那为什么敏感肌不能用 A 醇来抗老呢？因为 A 醇它有刺激性。之前呢，我们在诺贝尔奖那期也给大家讲过 ，A 醇呢，它会刺激让辣椒素受体兴奋，它兴奋了之后，它就会产生神经痛，你就会有刺痛感，而且同时会带来皮肤的发热、发红以及脱皮、长痘等等的一大堆不良反应。之前呢，有一个大聪明问我，如果我一边用1609一边用 A 醇，我是不是 A 醇就能用了？我是不是就不对 A 醇过敏了？这事儿呢，我告诉你不可能。给你举个例子，你想，如果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拉肚子，拉肚子之后吃治拉肚子的药，吃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拉肚子了，对吧？但是你能提前吃治拉肚子的药，然后吃不干净的东西吗？它能让你因此就不拉这个肚子了吗？不可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不可能通过1609这类的舒缓剂来改变你对 A 醇过敏这件事实。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是个敏感肌，或者你确认你对 A 醇过敏了，咱们就不要想 A 醇的这一条通路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敏感肌在 The Ordinary 的系列产品里面可以选什么来抗老。而且敏感肌抗老其实跟早 C 反 A 一样，我也有一个固定的搭配组合。如果想抗老，我们首先要知道抗老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衰老这件事儿呢，放到微观世界上来说，就是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玻尿酸它们的流失，流失之后皮肤的弹性下降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表情的时候，平常肌肉收缩过度造成的皮肤松弛产生的皱纹，这些都是会让你变老的生理机理。而我们抗老其实抗的就是这些过程。我们上一期讲到 A 酸、A 醇这一类的成分，它如果放到抗老底层逻辑里面来说的话，它是通过提升自身胶原蛋白生成量来进行抗老的。那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皮肤是一个床垫，那这胶原蛋白就是床垫里面的弹簧。你提升了胶原蛋白的生成，里面的弹簧变多了，支撑变强了，你的这个床垫的弹性就变好了。那还有很多的抗老成分，比如说像多肽，有很大一部分多肽，它能干什么呢？它让这个床垫表面绷的那层布变平。那你不管你这个床垫里面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表面绷的这层布变平了，它没有皱纹了，是不是看起来也年轻了呢？那什么是多肽？多肽呢，就是蛋白的零件，就比如说胶原蛋白肽就是胶原蛋白的零件。为什么叫多肽？是由组成它的氨基酸的数量决定的。比如说2个氨基酸加在一块就是2肽，3个氨基酸就是3肽，所以以此类推，从3以上都叫多肽。这个东西呢，上不封顶，最大呢能达到10几万、几十万。刚才说到呢，比如说胶原蛋白肽是胶原蛋白的零件，那它进入到皮肤里面之后，它可以作为合成胶原蛋白本身的材料来发挥作用。比如说你给它提供的材料变多了，它合成胶原蛋白的数量是不是就能变多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可能这个胶原蛋白肽是胶原蛋白之中特别关键的一个零件，比如说一个机器里面的轴承，你必须得有它，你这个胶原蛋白的合成才能启动，你没有它，这个胶原蛋白就没法合成，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落地到抗老的基础逻辑里面，这多肽既可以去减少肌肉收缩，然后拉平皱纹，又可以促进胶原蛋白或者弹性蛋白的生成。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敏感肌抗老这个组合，那就是早上用多肽，晚上用修护。
早上用多肽呢，就是指在白天的时候使用以多肽为主要成分的产品，它呢可以去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可以去拉平你的皱纹，然后让你的这个皮肤状态在白天维持一个很好的、很漂亮的一个皮肤状态。那晚上用修护是指什么呢？晚修呢，就是指在晚上的时候用一个产品，让它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来帮助你修护皮肤，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排到皮肤外面。那这里说的自由基是什么东西？打个比方说，它就有点像是你的细胞拉出来的粑粑。你平时要吃东西，吃完了以后，你的代谢中的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就会变成粑粑排出体外，对吧？那细胞也是一样，它在代谢过程中没有用的东西或者产生的一些副产物就是自由基，它也需要排出体外。而这个东西积攒多了，它对细胞内环境来说，它就是一种垃圾，就是一种污染。它就会让这个细胞的这个功能受到影响，甚至让胶原蛋白降解、流失等等。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留。我们日常呢，其实身体里面是有自身去抗自由基、去清除自由基的这个生理活动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作息不太规律，或者是经常熬夜、比较劳累，都会影响这个功能。那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抗氧化类型的产品来帮助这个功能正常进行。那早肽晚修这个组合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足够安全、温和，非常不容易过敏。所以说，你如果是个敏感肌，你也可以去放心的尝试这个组合。那可能有人就要提问说了，那既然这个组合这么好，我为什么还要用 A 醇呢？我直接用它不就完了？这个就引出了它这个组合的一大缺点，就是起效速度慢。它起效的速度大概呢比 A 醇要慢1倍到5倍不等，也就是说，你用 A 醇可能半个月能做到的皮肤状态，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3个月。刚才呢我们说了，早上用多肽，晚上用修护，所以我们先说一说早上这个多肽怎么选。The Ordinary 产品呢，它有3支多肽 ：Matrixyl 双肽、多肽全家桶，还有涂抹式肉毒素。这3支多肽呢，它前2支我说出来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最后一支肉毒素你肯定知道它是拉平皱纹的。那 The Ordinary 的这支10%的涂抹肉毒素呢，它选自乙酰基六肽杠8，这个成分呢其实就很有的说了，它跟这个修丽可今年新出的 P-TILS 就是涂抹肉毒素的那支精华用的是同源同款的成分。它用的涂抹肉毒素的浓度都是10%。它的使用方法呢也很简单，你就把它滴到手上，直接往脸上涂就行。你觉得哪一块的皱纹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眼下眼角这块皱纹比较多，你多涂一点就可以。那肉毒素它的起效机理其实就是减少肌肉的收缩，然后让你的这个皮肤松弛得到改善，从而让这个皱纹变淡。这东西就像是说一个猴皮筋儿，你要天天拉它，它是不是很快就松了？但是如果你不动它，它还是能保持这个弹性。另外这2支呢，像 Matrixyl 的这个双肽，它选自法国大厂 Sedama 他们家的一个叫 Matrixyl 3000的原料。你可以见到的市面上的很多大牌抗老产品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被市场上无数这个品牌去论证了它好使。从抗老机理上来说呢，它一方面有类似涂抹肉毒素的功能来减弱这个肌肉收缩，来拉平皱纹，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让你的这个皮肤，咱们刚才说了那个床垫，让你的弹簧变得多一点。那如果你说我是以眼角纹、眼下纹为主的、眼部细纹为主的问题，你可以用这2支，就是 Matrixyl 的双肽或者呢涂抹肉毒素来帮你减少眼下纹和眼角纹。那这支多肽全家桶呢，种类呢非常全，但缺点是每一种加的都不多。所以如果你只是觉得我自己皮肤状态有点问题，说不上自己到底是哪儿有皱纹，哪儿怎么样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一支，但是它看到的肉眼可以看到的淡纹效果肯定是不如这个 Matrixyl 3肽和涂抹肉毒素的。那早肽刚才说完了，那这里说的晚修，在 The Ordinary 的产品线里面也有一支我特别喜欢的产品，就是这支屏障修护小粉瓶。这个粉色呢，它不是色素。维生素 B12 呢，大家可能听的比较陌生，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B3 烟酰胺它可以美白， B5 泛醇它可以舒缓，这个大家听过的比较多。但是 B12 是干嘛的呢？
B12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功能，就是能把你白天因为被光照产生的自由基垃圾帮你清除掉。它可以抗光损伤、抗光老化。同时呢 ，B12还对维护皮肤的屏障完整性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它能帮你的皮肤变厚，来帮你舒缓修复。怎么使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肤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粘稠的这种精华的肤感。那我们在晚上洗完脸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它的滋润性够，你不需要在前面再用化妆水这些的产品。如果你觉得这一支小粉瓶带给你的修护和抗氧化作用不够， The Ordinary 产品线里面还有2支产品，我们可以给它 plus 一下，给它加到里面一块用，就是这支5%的碧螺脂精华，或者这支阿魏酸和白藜芦醇的复合精华。碧螺脂呢，它又叫海岸松树皮提取物，它是一个从松树皮里面提取的这个成分，在前几年呢特别的火，大量呢推出的是口服抗老、口服抗氧的产品。但是 The Ordinary 呢，把它用5%的这个含量呢做成了一个原料桶。如果你觉得小粉瓶不够呢，你正好可以搭配碧螺脂，让抗氧化的这个能力更上一层楼。而这支白藜芦醇和阿魏酸的这个组合呢，它一方面也可以让抗氧能力更上一层楼，另外一个层面呢，阿魏酸可以来辅助 B12起到很好的抗光损伤和光老化的这个作用。而且我个人作为配方师，我特别喜欢阿魏酸这个成分，因为什么呢？某姓欧的大牌集团，它曾经针对抗老和美白2个功能去筛选过成分，然后它发现了2个同时具有这2个方面功能的成分，其中一个就是阿魏酸。但是补充一点说呢，这一支阿魏酸和白藜芦醇的精华，它用的是无水配方，所以它肤感油乎乎的。如果你是干皮，你没问题，你可以家里头用；如果你是油皮，这个负担有点重，咱就不要用了。叮嘱大家一点，虽然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产品它都是适合敏感肌使用的，但你还是一定要在你的皮肤当前的状态还是比较健康的状态下去使用。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正在爆痘的这样的状态，我还是不建议你使用抗老产品，因为这些会促进代谢、促进循环的这些成分呢，都会让你的这个爆痘情况加重。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功效性比较强的产品，3期妇女，也就是孕期、哺乳期和围产期，这些功效性强的产品咱们都别用了。那其实可以抗老的成分还有很多，比如说玻色因，比如说胶原蛋白，这些都可以抗老。但是为什么今天没有说呢？是因为 The Ordinary 的产品线里头没有这类的产品。那我们可以在介绍其他品牌或者做测评的时候，后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其他的这些抗老成分。今天的敏感肌的抗老产品先盘点到这儿，下一期我给大家讲讲怎么用 The Ordinary 的产品来美白、淡斑、去痘印。如果大家喜欢看测评，喜欢听科普，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点赞，一键3连。刚才我说的那个修丽可的 PTOX 1100够贵的吧？我可以用这里面的4支，用不到1/3的钱，给你把那配方拼出来。